和博雅学社联合举办的线上公益讲堂。担任此次讲座的主持人，欢迎大家的到来。那么今天呢，也是母亲节，在此也向全天下的母亲由衷的说一声节日快乐。山河流迹，笔墨传心。2006年5月起，博雅学社联合丝路博文，向所有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朋友们正式开启了系列在线公益课。我们将穿行山水古建之间，触摸木构榫卯的余温，沉浸敦煌藏经残卷，细数千年的笔墨光阴，深探考古学术要义，品读中亚历史与艺术的交融，重拾丝路文明的璀璨光辉。接下来欢迎大家扫今天的屏幕上的二维码入群，与我们互动交流。同时也预告一下5、6月份几场精彩的公益讲座信息。他们是5月16日和5月30日由李宇老师主讲的2场探寻土耳其遗迹，5月24日由刘默博士主讲的那些被遗忘的写经人，6月13日由中国美术学院彭泽副教授主讲的变革与开端宋代家具体系，6月20日由陈岚老师主讲的青金石的凝视，波斯细密画中的色彩与空间。6月27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王晓坤教授主讲的锡林郭勒考古所见的文化交流与互动。下面我来隆重介绍一下今天讲座的主讲老师。全成斋老师是晋城泽州人，寻迹晋城的作者之一，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研究生，深耕晋东南古建文化研究，以实地踏访与史料考据结合，系统梳理晋城古建筑谱系。其参与编写的《寻迹晋城》历经3载打磨，收录100余处精华古建，1000余张实拍照片，成为晋东南仿古的权威录书。同时我们还邀请了张景宇老师作为此次讲座的嘉宾。张景宇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史教研室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高级访问学者，清华大学学士，北京大学硕士，清华大学的博士。师从方文先生长期致力于中国艺术史、佛教艺术史、丝绸之路中外艺术交流研究，著有《枕带林泉汉唐美术空间表现研究》等多部学术著作，也是《寻迹晋城》的序言作者。2006年，也就是20年前，他曾只身前往晋东南和晋南地区考察，拍摄了大量的珍贵历史照片。今天张老师也将为我们分享题为晋城古迹所见丝路交流举隅的精彩讲座，敬请期待。下面我们首先邀请全成斋老师为我们带来题为介乎山水间晋城古建概览的精彩讲座。全老师请开始您今天的分享，谢谢。好的，谢谢刘老师。大家那边的设备可以听到我说话吗？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正式开始。可以听到，全老师声音再大一点。好，现在这个声音可以吗？可以了。好嘞，好嘞，行，那我就开始分享。大家好，我是全成斋，就是非常感谢丝路博文的邀请，然后我有一个机会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关于晋城的一些心得。我这个分享的题目叫介乎山水间，晋城古建筑概览。首先就是从一个李希霍芬开始，就是说太行叠翠，沁丹流韵，千年古建散落在晋城的山河之间，藏着北方古建筑营造的密码。但这些古建筑其实在历史上很早就被世人所关注到，其中最早关注到的一批人物就有李希霍芬。大家知道，就是随着这几年丝绸之路这个话题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也让李希霍芬走到了我们大众的视野中，然后受到了特别多人的关注。然后在就是中文翻译过来的《李希霍芬旅游日记》出版之后，也吸引了非常多的历史学者、历史地理的研究者深入研读，然后去了解和剖析他笔下的中国风貌，然后记录他当时见到的一些山水奇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留下来的很多资料其实跟山西是有关的。
就比如说，我今天要一会儿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案例，就是他第一次来到山西的一个情况。1870年4月28日，李希霍芬是第一次来到山西。他其实是从河南，也就是今天河南怀庆府，就是焦作这个方向上来，然后到晋城，在晋城待了大概3、4天的一个情况。接下来就是我给大家看一张路线图。这个路线图的话是，我手绘的一张图，就是从这个图的话是我们可以看出，李希霍芬是1870年4月28日来到晋城这个地界，从晋城待了大概3、4天左右，然后沿着沁水的方向到了我们的就是汾渭谷地，就是说从临汾、运城这一线，然后到太原。在这一线上，他其实在晋城待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因为我们看到他其实就是待了个3、4天。这样他考察了就是我们当地比较重要的几个节点，比如说天井关、南村、代阳镇，以及就是说他到了阳城县城这些地方。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就是1870年4月28日，他在晋豫交界的观音庙处进入山西。这个地方至今其实还在，就是在沁阳和晋城的泽州交界处，那儿有一个长平村。长平村往北，宛子城以南，这个地方还留有一个小庙，所以很怀疑当时李希霍芬看到的庙宇就和今天所在的这个庙宇是一个。然后他穿越宛子城之后，在小口村俯瞰了整个山下的一个景色。当时他在日记中写到，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居高临下，看到下边整个有商市、有城市，而且还能看到一些郁郁葱葱的景象。就是他就开始想说，如果说去把山西这个地方占了之后，就可以逐鹿中原。这是他当时在日记里提到的一些情况。然后他沿着小口村，然后往北走，也就走到了天井关。天井关其实是哪儿呢？就是我们所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围绕着太行山是形成了太行八形，天井关其实就是在太行八形中的这个太行形这一条古道上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然后他在这儿过了一个过夜，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它是经济条件比较好，所以在这个地方能过夜。而且在这个时候，他还遇到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事儿，就是遇到了一个好玩的事儿是怎么呢？就是说他在山下的时候发现没有人就是在意他是这个洋人的身份，但是到了山西之后，他发现很多人都对他的这个洋人装束或者是洋人的打扮都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在意的点吧，就是一直在强调他是一个洋人。然后第二天他从天井关过夜之后，他就到了晋普山。它原文中其实写的不是晋普山哈，它写的是青浦山。但是如果根据我们今天知道的翻译过来之后，其实就是晋普山。在晋普山待了之后，他沿着晋普山到南村，到南村之后考察了当地的这个冶铁的小作坊。考察完小作坊之后，他到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巴公南连市的碧落寺，它也是一处国保单位，在这个地方过了一个夜。过完夜之后，第二天顺着道路到了代阳镇，考察完之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不管是晋普山沿线，还是说南村镇，还是说代阳镇这几个地方，它的这些冶铁或者说冶铁的这些产业的发展具有很多的相似之处，都是那种小规模的小作坊式的。然后考察完之后，他本来是想着要从沁河方向一路走出来去临汾，但是后来他沿着长河一下到了雨矶河，雨矶河之后到阳城县，在阳城县。然后还路过一些叫魏庄的这些地方，但是后来可能是因为音译的问题，暂时没有办法跟他完全和地名一一对照起来。然后之后他就顺着乌岭道方向离开了我们的晋城，这就是他当时一个短暂的一个行程。这是他当时在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里边提到的一些信息。这个的话我们就不读了哈，他其实就是想反映出什么问题呢？第一条史料，他是说当时这个道路非常好，就是刚才说他就是沿着宛子城这一条线上来之后到天井关，他一路上看到的就是说看到了很多骡车，有这个背货的苦力，还有骡车可以装多少东西，换算下来之后，可以证明这个地方的经济或者说整个的发展状况是比较良好的。其次的话，他还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说在这个丹河的河谷里边发现了很多建筑宏伟的寺庙。
这也是我们今天主要提到的一个问题。这是他日记里的一些情况哈，我们简单说一下。然后之后的话，就是在李希混分之后，其实还有很多的外国人来到了中国，或者说来到了晋城这片土地上，他们还留下了很多资料。比如就是在我这儿列举出来的是一共有5位吧，在这5位里边，就是都留下了一些影像资料，还有一些文字材料，让我们今天还知道他们当时来过，或者说还为我们今天的研究留下了很多成果。比如第一位就是意大利的罗莎蒂，他当时是随着这个，其实就是来，说实话，就是来就是探访一下我们这儿，然后看一下这儿的煤炭资源。然后之后的话，就是美籍的探矿师肖克利和菲利克肖克利是1898年出任英国福公司的山西负责人，然后他耗时3个多月探访了晋南地区的煤矿资源。然后98年2月，他从太原南下到高平，在泽州府境内进行开采，然后以文字和影像资料留下了很多资料，以至于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照片，就是很多老照片都是这位肖克利同志留下来的。然后之后的话，就是98年11月，菲利克斯他来到戴阳镇，在戴阳镇拍摄了一些影像资料，也为我们今天看到戴阳古镇里边的汤地庙留下了很多影像资料。然后菲利克斯来到戴阳之后，在泽州境内停留了3个月，然后99年1月份，沿着太行行这条古道，就是刚才提着李希混分上来这条古道，然后下河南去了。之后他发表了一篇文章，然后对这儿的矿产进行了一个梳理。之后的话是克拉普是在这个菲利克斯之后，也就是1913年左右来的。来了之后，他对长城沿线进行一个考察。14年左右，他从河北到泽州，然后也是顺着李希混分走的这个方向，从义城出到晋城，然后把这个沿线就走完了。之后是一位日本学者，也是来这儿探访这个煤炭资源的，也为后期他们开采当地的这些煤炭资源，也相当于做了一个前期的准备。之后的话就是大家看几张老照片。就是上边这一幅图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肖克利他拍摄的一张戴阳镇汤地庙的一个山门。这个戴阳汤地庙现在也是一个国保单位，山门是一个清代建筑，里边正殿是一个元代建筑。这一组图像的话，其实历经100年，它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这个是他当时在戴阳附近拍到的一些牛车。然后这个图的话是，克拉普在1914年左右拍摄的一张照片。这个是周村镇，就是现在泽州县周村镇，它和阳城市大交界，就是在后期明清时期形成了清化1大道、清化2大道，它都是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然后你看这2张图，其实一个是我在20年拍的，一个是克拉普1914年拍的。这个魁星楼依旧存在。其实就历经这么多年，它有些景象或者说有些关键的点，在历史上去找，你还是可以找得见。比如这一张，就是刚才提到99年1月菲利克斯拍到的一张河阳古镇，也叫南河底村。这个就是太行行的一个主要的通道之上。比如说，我们刚才不是提到说，太行行沿着太行山上来之后，走天井关，然后下一站其实就到了南河底。现在和我们的高速是一个走向。上来之后，他在这个古道上拍了一张照片。当时你看，古道上这些罗马车队还有碑楼都还在。但是今天这些古道倒是还在，但是碑楼这些没有了，包括这个庙宇也没了。但是大家看远处这个树中间隐藏的这个魁星楼，这个楼阁状的形状，是不是这个几乎还能对应上？而且再包括这个山的走势，其实就可以判断出还是这个地方。只不过就是我们说经历了100年之后，它有很多的变化。然后的话就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主讲内容，就是整个是分4个板块或者说4个章节，给大家宏观上介绍一下晋城古建筑现在的遗存状况以及它的分布格局。第一部分是讲晋城山水格局与古代建筑的分布。这一部分其实就是想给大家说明，晋城古建筑它大多都是依山傍水，古建筑多沿着山脉和河流分布，展现出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理念。第二部分的话是想给大家说民间信仰体系与早期古建的遗存。这一部分的话，我们会简简单单的介绍一下早期古建筑。晋城早期古建筑有哪些东西？然后重点介绍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因为太多，就选取其中2个进行一个介绍。然后就想突出早期古建筑作为一个信仰的载体，它们能留存下来。一方面是它
首先抗力结构或者说木构结构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地人的维护以及这个信仰留存的问题。第三部分就是偏向于明清建筑，明清建筑的话就主要展示我们这边比较有特色的一种建筑存在，就是沁河古堡。沁河古堡的营造，它和明末流寇的防御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关联，所以通过这个章节就是想展现通过就是在外力的推动之下，晋城古建筑是如何发展，或者说怎样因地制宜，让群众有一个更好的生活方式。第四部分的话，就是想介绍一下我们的这本书，以及我们这本书里边给大家推荐的一些旅游路线。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四个板块。其实最大最重点的都是前两部分，后两部分如果到时候看时间，如果时间不够的话，我们就会比较简略的进行一下讲解，然后把时间就稍微压缩一下。行，然后首先我们看第一部分，第一部分是晋城山水格局与古代建筑的分布。这一个章节的话，我们主要从四个方面讲起。第一部分的话是说晋城市的地形、地貌和它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的话说晋城市古建筑的数量和各级文保点的数量。第三部分的话，我们说晋城古建筑的分布情况以及它和山水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的话，我们就说晋城古建筑大量存在的一个原因。不过这个原因的话是，也不一定全哈，就是我先给大家就是相当于列出一些，如果有需要或者说大家还能想到的，欢迎大家补充和互动。行。首先的话，放两张图，一张图的话是山西省的地形图，一张图的话是晋城市的地形图。从这个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大家可以看出来，晋城首先它就是我们宏观上所说的晋东南地区，就位于山西省的东南部。然后大家看，其实整个山西的地形的话也非常好看，就是两侧的话是太行山环抱，中间的话是一个巨大的谷地，南北连通。而且就在整个山西地形上，比如说我们从大同一线或者说代县往北这一线，这两道长城的防线，又是最开始抵御北方游牧或者说北方民族的一道防线，或者说两道防线。然后的话，大家反过来看晋城，晋城这个地方的话，其实主要就是一个盆地。东侧的话是靠太行山，西侧的话是有太岳山的余脉，以及从运城延伸过来的中条山的余脉，以及咱们所知道，济源南部王屋山的一些余脉，整个环绕形成了一个晋城谷地。晋城谷地里边的话，主要有两条河流，其实说实话，也可以说成一条河流。为什么说呢？因为丹河最终是汇入沁河，然后一起再汇入黄河的。就比如你看这个图上，这一个以阳城沁水为中心的话，是我们的沁河流域；以高平泽州为中心的话，是我们的丹河流域。两条河流就形成了整个晋城的一个山水格局，加上两侧的这个山的环抱，所以晋城市的话就位于太行、太岳、中条、王屋诸山环抱之间，属于黄土高原东南缘的山地丘陵区，地势整体北高南低，第四周群山环绕，中部为泽州盆地，与河谷接地。境内的话是沟壑纵横，重峦叠嶂，地势起伏比较大，是典型的山地型高原盆地地貌。就像这个地方，这两个地方是比较低的，就是两条河的出山口嘛，在这个地方最后汇成一点，然后交入黄河了。然后说到这儿的话，其实就想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晋城是叫晋，因为大家知道山西的简称就叫晋，但是呢，山西自古简称晋，唯有此地叫晋城。其实它的来源是跟我们非常熟知的一个历史典故叫三家分晋是有关的，就是晋城它是源于晋城名字的来源就源于三家分晋的这个历史事件。公元前的376年，韩赵魏三家分晋，晋公迁于端氏，然后在高都奉祀晋国宗庙，然后这个地方成为晋国最后侍奉晋国的这个祭祀的场所，所以就叫为晋城。作为地名的话，它是始于唐代的武德3年，然后那个时候是设为了一个县名。在北宋的《太平寰宇记》中就明确的记载了说，以三国分晋帝后，封晋军于此，故曰晋城，也就是我们晋城的名字的一个来源。然后接下来的话，给大家就是简单说一下晋城现在的文物保存状况吧。就是截止第3次文物普查资料的一个显示，晋城市境内一共有不可移动文物是6601处，这个是从三普资料里边统计出来的。其中古建筑是5447处，占到了文物总数的82.52%。然后到目前的话，晋城市一共有
72处国宝，就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79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是476处。从北宋到明清的建筑几乎没有断代，元代之前的建筑一共占到了138组。不过这个138这个数字的话，可能存在争议，因为很多古建筑它的年代是有争议的，所以我们暂时是以官方的说法为主。然后它占到了山西早期古建筑的1/4，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大家如果看过晋北地区的古建筑，就会发现晋南或者说晋东南地区的古建筑总体上它体量偏小，以村间的小庙宇为主，而且部分现在还承担了信仰的功能。同时还有就是我们知道的最早的民居鸡市民居也是在京城境内。然后区域内的话，古建筑是这个纯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古建筑领域它的名气是比较高的。就现在不是大家流传的经常有句话，就是说周末大家不是去北京看展了，就是来山西看庙了，对吧？其实晋东南就是在仿古圈里边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然后接下来就是这张图。这张图的话是刚才我们看过的晋城市地形图，在这个地形图上，大家看见有若干个这个红点点，这个是我标注的和我们的传统就是72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上边是73个点，为什么呢？就是南极相似和北极相似，我标成了2个点，但是在文保里边它是一个点。这个点的话，就是整个文保单位的一个国保单位的一个分布情况。大家其实通过这张图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这些早期古建筑或者说国保单位基本上都是沿着2条河流分布的，是吧？比如说你看这2个点的话，就是阳城文庙和阳城县城里边存在的另外一个国保单位开福寺，这2个的话是沿在河边，然后再看这一线长河流域，整个长河流域的古堡都是围绕着沁河上边一条支流长河这一条分布，包括你看丹河流域上，我们所熟知的青莲寺、玉皇庙等等，都是围绕着河流分布的。这就点出了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介乎山水之间。这些古建筑都是分布在这个山水格局，或说是依山傍水，或说的话就是整个是沿着大河分布的。不过这个也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河多地方，就是环境承载力大，而且生存的人也比较多，所以它也自然可以营造出这些东西。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关于经济，泽州经济的一些记载。第一个就是材料，就是铁钱的铸造。这个材料它是源自于欧阳修的《弃罢铁钱札子》，这个里边它记载是在北宋时期泽州铸造的大铁钱有44800余贯，小钱达到了117700余贯。它的数量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利润比较丰厚，其实可以看出当时官营铸铁业的一个规模。然后之后第2条材料是李涛的《续资治通鉴长编》，里边提到了河东民烧石炭，家有驼冶之具，盗铸者莫可劫。这个是反映什么问题？就是说，其实，在河东或者说山西整个地区，家家户户都有这个冶铁的工具，民间私铸现象非常的严重。这个驼是啥意思？驼其实就是封箱的意思，就是冶铁过程中用到的一个物件。然后这个是可以反映出当时这个煤铁产业是比较发达，而且深入到了民间，也就是我们说的形成了官私并举或者说全民参与的一个大的局面。这个是在明代广义志里边的一个材料，叫平阳泽路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这个其实为什么要放这则材料呢？就是想说明明清时期泽路商人其实他实力是非常雄厚的。然后第2页还有3则材料，在这儿，过去了。就是这个是这3则材料。第一个材料是从阳城县东野村的汤爹庙里边拿出来的一个汤王庙记，这个是金大定23年的一个材料，里边写的是村有古筑之力，财木之饶，土地宽旷，故居民横足于一时。这个材料我是想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想说，刚才我们不是那2个材料提到了，就是晋城这个地方是冶铁这个产业比较发达，而且民众比较有钱嘛。然后这个材料是想说明基层群众的一个生活状况，而且这个里边这个东野镇还和我们北宋时期的一个冶铁重镇，就是大广冶是有直接的一个联系，能反映出当时这个地方的一个产业发达。第2个材料是金代商人的一个活动，叫
役工匠数百人，自善千余口，获山泽之后立。这个是从一个论文里边集出来的，就是焦作宋代墓志铭浅析。这个墓志现在在博物馆里边。这个墓志它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就是说晋城高平人，他当时去焦作，在焦作那个地方开煤矿，他的开的煤矿，就是说这个煤矿规模非常大，可以雇佣工匠数百人，可以养上千口人。然后这个是反映出当时民间其实这种采煤或者说这个煤炭生意已经做得比较好了，就是说都可以在外地从事相关产业发展。如果这样反推过来，本地这种产业可能发展的程度会比这个更的高。然后第三个材料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商业状况，这个是从宋会要集稿里边拿出来的。这个是说熙宁10年当时的商税额达到了一个17770.23273贯，然后位列于河东省的第6。因为大家知道河东省就是整个山西省，如果从就是农耕时代来说的话，平原地区这个经济比较好。就从宋会要上这个资料来看的话，它平原地区，比如说现在的运城、临汾以及太原等等这些平原上的地区，它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就是说交的这些农业税等等这些都比较多。但是上党地区因为相对而言，它这个地形比较复杂，而且人口没有那么多，所以它整个的这个商税额度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反过来，泽州这个时候还可以位列第6，证明它其实它经济上不是特别差。这些商品中，它包括了就是铁矿的制品、麻衣、油衣、粮食等等，而且通过交通运输线还辐射到了整个周边地区。比如我们在地方志里边有一句话，就是说晋城或者说泽州地区的煤，它是日输于中州，就是说每天都在向中州，也就是现在的郑州源源不断的输送。这也反映出当时这个经济上主要依靠煤铁2个方面。啊，然后之后的话是想说一个地震的问题，就是如果根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是历史上山西是一个地震比较多发的一个区域，境内的话是贯穿了南北的一个大的断裂带，就是由大同、忻州、太原、临汾、运城整个这一条汾渭谷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断裂构造，也是强震发生的核心地带。比如我们所知道的，当时元代大德7年的那场洪洞大地震，影响非常之大。包括之后康熙年的一场大地震，这2场地震对于山西历史上影响很大，在很多地方志里边都有一些记载。如果根据谢玉寿先生他编撰的一部叫《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来说的话，当时他在里边提到，山西最早的一场地震是公元前23年，山西蒲坂发生了一场地震，这场地震应该是目前知道最早的地震记录之一。然后还有一场地震，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元代大德8年那场地震。那场地震是一个8级地震，也是我国文献历史上记载出来，就是首场8级特大地震。然后如果这样统计下来，从上古那场蒲坂大地震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的1985年，山西省境内4级以上地震多达117起，其中5级以上77次，6级以上22次，7级以上6次，8级以上2次。这样的话，它其实是想说明晋城地区它地震其实相对而言是比较频发的，而且发生频次非常高。如果把明清单独拿出来，这2张图就是明代和清代当时山西地区3级及以上大地震发生的一个空间分布。可以看到，其实还是沿着我刚才所说，从大同一直到运城这一条整个的地质断裂带分布的。这2张图的话是源自于郝平老师《大地震与明清山西乡村社会变迁》里边的一个示例图。然后这样的话，大家可以看出来，在晋城这个地方，或者说在整个上党地区的话，相对而言受到地震的波及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在我们这儿能留下很多比较早的建筑，或者说元大德之前的建筑，也为它留下了一个条件，因为受到地震的波及不是特别大。虽然这儿也有很多留下的就是关于地震的一些记载，或者说地震当时对当地造成了如何的损伤，但是它终归而言不在震中，它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所以这个就为我们当地留下早期古建筑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条件。然后就是综合以上这些说，其实就是想总结一下为什么说可以保存下这么多古建筑。第一点的话就是建材资源。首先，古泽州这个地方就是森林资源是比较丰富的，大家知道骊山上现在还保存着华北地区最大的一片原始森林，对吧？然后它能提供木材资源。第二部分就是说经济基础，首先早期是以
煤铁产业为一个核心，然后经济比较发达，所以能为修建古建筑留下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支撑。其次的话是气候条件，山西这个地方相对而言比较干燥，有利于古建筑的一个保存。然后环境方面的话是地形相对比较封闭，而且地质结构稳定，受地震的波及比较小，同时战争少的话，受战争的一个波及也比较小。这如果放到整个山西来说，这一点也是比较重要的。你像泽州历史上其实发生过的大战，就是我们能说得上来的大战，其实不是特别多。重要的就是大家知道的长平之战。长平之战下来之后，北宋初年平定李云的战争，以及就是八公园之战等等这几场战役，大几场战役都可以说得出来。那种小的战役有，但是它影响力不是特别大。然后最后一个影响因素就是信仰。信仰方面，信仰方面的话，就是说这边的话，民间信仰和宗教信仰是比较浓厚的。然后民间有一种比较好的习惯，就是说自发的把一部分资金拿出来用于修缮古建，也就形成了这样历史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古建筑能够一直得到维修，一直得到维护，甚至到现在还一直活在大家的生活之中。所以这也是能保存下古建筑一个比较重要的条件。这是我列出来的5个方面的一个原因。如果大家还有哪些补充，欢迎一会儿大家可以讨论。这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的话，我们想说就是民间信仰体系与早期古建筑的遗存。哦，抱歉，喝了口水哈。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分2个方面。第一部分的话，就是一会儿会简单的介绍几处晋城地区现存的早期古建筑，然后还会就是用梁先生那个思路，梁思成先生那个思路说一下早期古建筑它的分布的一些特征，以及它演变过程中的一些情况。这个的话就不展开说了，因为我们主要以信仰为主。然后之后的话，我们会简单介绍2个信仰，一个是玉皇信仰，一个是二仙信仰。介绍完这2个信仰之后，会再简单的介绍一个和这2个信仰有关的一些庙宇啊。没有卡，没有卡，是我刚才停顿了一下。好的，然后咱们现在看第一部分，就是当时梁先生就是把整个中国古建筑它分了3个时期。就是我们一般认为的古建筑，其实是1840年之前的建筑。元代及元代之前的建筑的话，我们把它叫做早期古建筑。然后在这个期间的话，就是梁思成先生是把早期，就是我们现在中国古代建筑是分为了3个时期。第一个叫豪晋时期，豪晋时期其实就是晚唐到北宋这个时期。代表作的话就是佛光寺、南禅寺。它的这个风格的话，就是整个是结构宏大，体现出晚唐到北宋初年建筑的艺术特征，反映当时的这个雄浑气候。就好比我们到了南禅寺讲的话，通常会提到一个词叫什么？叫举折平缓，出檐深远，或者说早期古建筑那种雄健有力都可以体现出来。然后是纯和时期，它主要体现的就是北宋中期一直到元代这个时间。这个时间的建筑是以曲线柔美、装饰性增强为特点，风格趋向于一个细腻化的过程，反映出北宋中后期到元代这个审美趋向于一个内敛。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它留了很多古建筑，而且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北宋末年的营造法式对于整个建筑的营造来说，它影响是比较大的。然后之后叫基直时期，的话就是他提到了就是明清时期建筑的话，讲究一个横平竖直，等级森严。比如故宫体现出了它这个宫廷建筑等级的一个森严，但是同时它失去了一个美，就是我们所说的建筑的一个曲线美或者这种线条美。就像我们如果提到早期建筑，经常会提到一些概念，比如说柱子上的收分、侧角、升起，或者说提到整个建筑的话，屋檐上不是有升起，然后形成了一条曲线，这样的话看起来更加柔美嘛。这些的话，到了明清时期，其实慢慢就被丢弃掉了。而且还有斗拱，斗拱功能从唐代一直到明清就趋向于变小，趋向于从一个成立结构变成了一个装饰性的结构。这个的话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因为今天不主要说建筑哈，建筑这些构件就不主要说了。然后之后的话就是看几个节点上晋城古建筑的一些遗存。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高频崇明寺中佛殿，
这个建筑的话，它是北宋开宝4年，就是公元971年建的一个建筑。大家看到这个建筑的话，首先肯定会觉得它这个斗拱巨大无比，是吧？几乎占到了整个柱头的1/2。看到这个建筑的话，其实它是能代表我们从北宋初年，或者说从唐到北宋初年这个时期建筑的一个风格所在。而且这个大殿里边还用到了我们不常见的叫断梁造，就是小材大用，用一根比较细的四川符就撑起了一个硕大的大殿。这个大殿是目前我们知道北宋建筑里边最早的一个。不过，如果说到这儿的话，肯定会有人问，最早的建筑不应该是南赵庄二仙庙吗？南赵庄二仙庙它确实要比这个崇明寺要早，但是它的纯度不够。就意思是说，它虽然是有北宋的木构件，但它其实留下来的北宋的东西其实已经不多了，是这个意思。然后之后的话，我们再看一下小惠岭二仙庙。这个二仙庙的话，它是北宋中期，也就是北宋嘉佑8年（1063年）的一个建筑。这个建筑大家看这个斗拱哈，这个斗拱其实也是比较硕大的，但是往后走就开始慢慢变小了。比如说，我们看到北宋宣和元年的泽州崇寿寺，这个建筑的话，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都誉为它是就是按照营造法式建造，或者说从它身上可以看出很多营造法式的影子来。这个建筑的话，它是从北宋宣和元年一直建到了今天会年，这个期间在崇寿寺内都有一些规模的营建，所以它是北宋晚期一个建筑的比较典型。其实就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发现这个昂面这些都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就不展开细说了哈。这个是金大定2年的临川县的龙岩寺，这个是一个叫就是很多人认为它是一个最标准的近代建筑，因为从它身上也是可以看出很多营造法式的影子。这块碑的话，就是它的一个赤碟碑，就是当时由尚书礼部颁布赤碟，让这个庙宇变得更加合法的时候颁布的一个文书。我们叫赤碟碑。然后之后的话就是元代建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元代建筑，首先从视觉观感上看，这个斗拱首先变小了吧。其次的话，这个建筑又是选取了元代建筑里边比较豪放，或者说能体现出民间的这种营造的这种自由或者粗犷的风格来。比如这个建筑，我们如果看的话，这么硕大一个建筑，中间2根柱子，其实就是说它是按正常的话，它是应该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这个位置都有柱子，就是把整个开间变得特别的，就是每个开间变得特别大，其实就是个明看是一个3间，暗看其实是个5间，是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的话，我们就把整个就是从北宋早期一直到元代这个建筑就大概看了几处哈。其实看了几处，不如现场去看啊，比较期待，就是比较推荐大家去现场看。其实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从早期到后期演变，整个斗拱是一直在变小，变小的过程中，同时从坯主慢慢演变成秦面昂，以及到明清时期，慢慢就演变出各种花样的一个昂，昂的功能也开始变化，从力学结构的一个变化变成一个就是说装饰结构的一个变化，这是它整个的一个演变过程。这个的话是截取了其中崇明寺和龙岩寺的2个斗拱的图，这个都是它柱头的一个斗拱，这个补间就可以不看了。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主要看一下民间信仰的问题。民间信仰的话，其实是在提到山西，或者说提到整个晋东南地区，就会经常的提到的一个概念。因为整个山西早期古建筑，或者说晋东南很多早期古建筑，都跟民间信仰关系特别大。就是说，山西它其实是中国民间信仰比较发达的一个地区。晋东南作为山西民间信仰最丰富的核心地带，它的信仰形成和发展有着比较鲜明的一个特点和地域特征。历史上，晋东南地区旱灾是比较频发的，由此孕育出了特别多的雨神崇拜，也就是以水为中心的一个神仙崇拜。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地方又和当地的这个自然、气候、历史等形成了一个比较紧密的联系。宋以来，面对这些灾害，这些地方的人他其实选择的并不是一个信仰。就比如下边我列举了4个，就是说以阳城为中心，它是形成了以西城山为中心的成汤信仰，或者说汤地信仰。以屯留老爷山为中心，它形成了一个叫三宗信仰。三宗的话，这个信仰有争议，一会儿或者现在就可以说。三宗的话，就是有人认为是山神，有人认为是义神，也有人认为是后羿，但是更多它应该就是羿射九日的那个羿神，然后和三宗山进行了一个联系，一个山神。然后之下是以临川湖关交界处的紫团山为中心形成的一个二仙信仰。
然后和以下币为起点的晋城玉皇信仰圈。这四个的话是晋城信内比较典型的一些信仰吧。不过除了之外，还有一些比如崔府君信仰，就是崔珏信仰等等这些信仰比较多，还有李卫公信仰的这些，这些的话我们就不具体说，我们就举几个例子，。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首先看玉皇信仰吧。玉皇信仰的话，这个信仰发展的时间是比较早的，但是正经跟晋城这个地区发生联系，其实它出现在宋代，所以它之前的一些情况就简单的说一下。玉皇信仰它起源于上古时期，就是原始部落对天地的崇拜。原始社会人们对大自然其实充满了无限的崇拜，其中对天的崇拜就可以视为玉皇信仰发展的一个雏形。夏商时期出现了许多关于地的记载，表示王天下之浩也。然后随着周人创立新的国家，在神灵信奉以及自然崇拜上，然后就把周人的这些观点给就是继承了。然后周人更愿意将天和地进行结合，也就产生了天地这个概念，用天罚和天命两种方式来强调他们的统治。然后你就比如他当时把商代的商王视作一种天罚的一种典型代表。秦代由于当时时间比较短，在这个方面他没有太多的一个建树。然后在这之后，汉代对于天地这一个概念有一定的发展，经历了武帝与太一并列，然后太一独尊这个历史发展的情况，就是我上边这个列到。然后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然后受到这个道教兴起的一个影响，然后就是他玉皇或者说天地信仰在民间这个影响就比较大，到了唐代，然后逐渐将玉皇视作元始天尊的别称，是道的化身等等。然后到了宋初，稳固皇权，将玉皇大帝变成了道教尊神之一，属于四御之一，位于三清之下。然后真宗时期，为了掩饰这个澶渊之盟对社会的影响，炮制天书奉祀的这个闹剧，然后又是给他上徽号，又是干什么？到最后，尤其到了北宋后期，徽宗时期，实行了就是将玉皇上帝和昊天进行了一个合流。就是当时官方4点的昊天上帝进行了一个合流，合流之后，它就形成了之后的一个玉皇信仰。然后的话，这个里边是主要想给大家介绍一下阜成玉皇庙。阜成玉皇庙的话，应该是就是在玉皇庙里边算是比较著名的一个庙宇存在，因为它是整个晋城地区保留最为完整，或者说整个神仙谱系和彩塑体系最为完整的一个庙宇的存在。这个庙宇的修建，其实它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北宋初年，它是泽州大旱，当地先民到临川的下毕，用信马的仪式求回来了这个玉皇。然后求回玉皇之后，这个地方下雨灵了，所以他们就修了一个玉皇庙，也就是它玉皇庙的早期雏形。然后西宁丙辰中秋月，然后玉皇庙修缮完成，然后就立下了这个碑，所以我们能知道当时为什么所修。然后金太和7年，然后元至元年间分别进行过一次重修，因为金太和修完之后，离金灭亡和蒙古下来之后，其实这个时间段已经非常近了，所以当时玉皇庙受到的冲击比较大。然后在元之后，元代至元年间又进行了一个重修，重修的时候。然后还营造了咱们今天所知道的一些比较著名的彩塑，比如28星宿等，这些就是在元代这次重修的时候奠定的。而且这次维修也为整个玉皇庙的营建奠定了一个基础，也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玉皇庙的一个规制，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然后到明清时期，它的装束比较多，或者说在明清时期它的维修是比较多，但是基本上它都是围绕着我们。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我们所看到的现在就是元代的这个情况，就是在这个上边进行修补或者修缮，就是元代奠定完基础之后，没有再进行特别大规模的一个维修。然后到965年的时候，玉皇庙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一个比较良好的保护。88年入选为第3批文物保护单位，开启了它保护的一个新纪元。到现在，它成为晋城市博物馆的一部分，叫玉皇庙彩塑壁画博物馆。然后大家看这张图的话，就是把它里边所有的殿宇都给大家呈现出来。这个图的话就不仔细跟大家说了。然后接下来大家看看就是2块碑，这2块碑的话，其实这块碑如果去过玉皇庙的朋友会比较熟悉。这是玉皇庙里边始建碑，就是刚才提到的西宁丙辰中秋月当时立的一块碑。这块碑的话是比玉皇庙的这块始建碑要早，这个就是当时就是上一张 PPT 我们提到的一个地方叫下壁村，下壁村求信马，就是下壁村求信马。
的这个庙下壁玉皇庙里边留下的一块北宋皇佑5年，也就是公元1053年的一块宋碑。这块碑它其实里边是写到什么？就是说写到了下壁村玉皇庙当时修建的一个原因。它里边提到了一句叫初为岁旱，一时农伤百谷，祈祷上苍，遂降甘雨。所以通过这个内容，我们可以知道，下壁汤地庙它营建的时候，也是因为下雨的问题，也是因为求了神，神下雨了，所以就信这个神，所以就立起了一个玉皇庙。然后在这之后，阜成玉皇庙是怎么建起来？也是因为下雨的问题，就是看这一段材料，也是碑文上的内容哈。阜成社玉皇行宫者，始为岁旱，必于群神祈祷无应，时有本社李宗、秦树2人及临川之下壁，请得信马，于当社祈求，克日而甘泽瞻足。即时余役补及北港秦简地内，纠攻银将，不日而成。这个其实就是说，他们当时就是用一种叫信马的仪式，或者说请得信马，在当地阜成进行了一个求完之后，第2天就下雨了。下完雨之后，他们认为这个临，所以他们就在村中北港修建了一个庙宇，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玉皇庙。然后的话，刚才提到了一个信马仪式，其实就是看这个图，这个图是当时也是一个论文里边研究过一个信马，其实就是所有人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一个队伍前，我用这种仪式把这个信马或者说把玉皇请到了阜成，然后下雨了，下雨之后就把这个玉皇供奉了下来。然后大家看这张航拍图，这张航拍图的话是下壁玉皇庙的一个航拍图。很可惜，这个庙宇在历史上毁掉了，现在没有留下特别多有价值的文物。其中就是这块宋代碑刻是比较让我们还知道当时有哪些情况。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一些东西。然后的话，就是比较重头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阜成玉皇庙里边的这个28星宿彩塑。这个彩塑的话，就是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会把它做成文创，或者说把它当成整个进程的一个代名词进行一个宣传。这也是同时它还有一个就是别称，或者说有一个抬头，就叫海内毒品嘛，海内孤品。因为这种将人物、动物形象和星宿形象整个结合起来塑于一堂彩塑的这种造型，确实建造的不是特别多。就是中国古人对于自然崇拜，它其实是比较多的。而且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就塑造出来了28星宿吗？28星宿是古人在观察黄道和赤道附近28个星宿观测时候提出的一个概念。它其实星宿并不是指某一颗星星，而是说若干个星星连起来组合起来形成的一个特殊的图案，命名为28星宿。然后我们如果从东北西南4个方向说的话，就是角亢底房辛尾基，斗牛女婿威势弼，魁漏魏某毕资琛，锦癸柳星张翼轸。然后东北西南4个方向，然后就是形成了青龙玄武白虎朱雀4象，然后把它整个就这样排列出来。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新分翼轸，地接衡庐，或者说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这些古文里边其实都是通过这个星宿，或者说通过这个星宿的当做一个判断方位和时节的一个代名词。这个我们就是看玉皇庙里边这堂彩塑的话，它其实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说，就是这个概念的话不一定准确啊，这个是我想到的，就是说它其实是一种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一个完美结合，就是把人的形象和动物的形象进行了一个结合。同时，它不仅仅就是说用一种人物的形象，还是把多种人物形象进行了一个组合。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它里边有男性的健硕、女性的柔美、长者的睿智、勇士的英武，这些形象都可以在里边展现出来。比如我们上一张图里边这个，哎，咋又回来了？这儿。就是这个，这不是第一个吗？就是角木蛟。角木蛟的话，它是一个老者的一个形象，然后是左臂高悬，手中拿了一个柱状物，怒目对视着右边这个蛟龙，然后手边还扣了一个护板，好像跟他在一个互动。这个互动关系的话，就体现出他这种生动嘛。同时，大家看这个面前这一尊比较近的，这是一个防日兔。这个防日兔的话，它这个眼神是比较平静的，可以说平静如水，平视前方。温和儒雅，然后胡须轻轻飘逸，左手上托了一只白兔，跟他在一个互动，然后右边又托了一个日轮。
整个一代自然下垂。所以说从这个看的话，它是整个是比较生动的啊。然后这个的话，这个图上面这个图是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28星宿是如何排列的。就是它其实是按照角宿，就以角宿为中心，从角宿这个方向往过看的话，是左右各一这样排列起来，就是角亢底房心尾基，然后斗牛女婿为师壁，这样东北西南整个排列在这个展厅里边。进去之后，洋洋洒洒一堂。有一首佚名的诗，不就是说吗？庸庸木木一堂生，辟轴犹尽加减风。此象或从天上来，化作黄泥天晴红。这首诗不知道谁写的，但是如果用来描述我们的玉皇庙彩塑的话，确实再好不过了。然后大家再看往下看一张图，这个是张建宇老师拍摄的一张阜成玉皇庙正殿的琉璃图。这张琉璃图的话，现在这个琉璃已经在晋城市博物馆的展柜里边，后来维修的时候把它换下去了。就是我们玉皇庙正殿的正脊上，它是留存了一套彩塑，留存了一套琉璃。这个琉璃是，有观点认为是金代的。不过，但是如果从现代风格看的话，大概率可能是明代的，就是一堂28星宿的琉璃的，28星宿的琉璃，以28星宿为主题的琉璃，这个东西不是特别多见，现在是在博物馆里边。如果大家来晋城的话，可以去博物馆里边看一下，这样的话，整个玉皇庙就可以看完整，就不会错过这个，这个也可以算是一个亮点吧。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的话是我们的28星宿的全图。哎这是28星宿的全图。我们把这个全图做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折页吧。然后我把这个图放在这儿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你看各种形象，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男性、女性、长者、勇士等等这些形象，都可以在上边得到一个体现。就是它结合的比较好，而且各自错开。这个的话是北宋的一个塑像，就是玉皇殿正殿里边的这个玉皇彩塑。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简单说一下二仙信仰。二仙信仰其实是晋东南地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信仰吧。这个和我们大家如果去过济源，看过济源的大雪二仙庙，其实它跟济源的二仙庙不是一个概念，就是此二仙非彼二仙，那个二仙跟我们这个二仙不是一个二仙，那个是排行老二的二仙，这个是确确实实是有2位神仙的二仙。这个二仙信仰的话，它是起源于唐代末年。唐代末年兴起的时候，就是目前我们知道的最早的关于二仙的记载，就是在唐的乾宁元年。唐的乾宁元年里边的这块碑刻，它是记载了，就是说二仙显灵了，显灵了之后，就是说让百姓去归葬他的父母。这个内容里边就是讲述二仙通灵。其中它通灵的话，主要是有5个方面的一个迹象。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尸巫通灵，尸巫就跟这个二仙有了联系，然后旋风接引，突然当地刮起旋风，惊现白蛇，仙路引路，空中悲声等。通过这些灵异事件，然后就把百姓对于玉皇的这个尊崇就提高到了一个高度，所以就大家对这个对这个二仙，首先是对有一定的畏惧。在这之后，在后周显德3年留下了一个月氏二仙的圣德碑。在这个圣德碑里边，他是提到了二仙，就是说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把二仙作为一个神的存在，因为它里边提到了一句叫月氏二仙，玉帝运至，地势成资，生自凡阁中天，就是把地势、玉帝等等这些和这些那些有关的一些词汇全都联系起来，所以把它其实提到了一个高度，就是从最开始我们说的一个民间信仰的高度，提升到了和当时流传的这些宗教有关的一个高度。然后到了北宋初年，我们这儿就开始兴建二仙庙，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南赵庄二仙庙，乾德5年，公元967年；小惠岭二仙庙，北宋嘉佑8年，或者说再往后走的北宋绍圣4年的小南村二仙庙。等等，这些就是能反映出当时宋代时期兴建玉皇庙的一个情况。然后的话，就是在山西通志里还流传，就是说，在北宋末年，宋徽宗崇宁4年，当时封二仙的庙号为真泽，而且在政和元年又封他为冲会、冲书二真人。山西通志里边强调说，
在宋大观3年，因为大旱祈求了二仙，所以当时祈求完二仙之后灵了，所以当时有一个宋表双冲嘛，就是说又册封了他们，然后得到了一个官方的认证，相当于在这个时候，这个信仰又从一个民间信仰最开始的民间信仰和宗教有联系的民间信仰，变成了融入家国情怀的一个民间信仰。就是刚才不是提到宋徽宗时候进行了一个册封，因为它里边还涉及到一个故事，这个是金代碑刻里边提到过，就是说二仙犒军，就是当时和西夏斗争的时候，二仙化作两个村姑形象，给军队带去粮食，然后打胜仗。不过这个肯定就是一个故事吧，就是在通过这个故事把二仙这个地位给提高了。提高之后融入了家国情怀，到金代的时候就大批二仙庙在晋东南地区整体进行修建。不过这个时候信仰没有再多的发展，信仰基本上就定型了。在之后的话，二仙信仰就一直留存下来。二仙不仅仅是最开始可以求子求雨，就各种疑难杂问都去找二仙，然后在农历4月15还形成了与二仙相关的一个民俗信仰。这是二仙信仰的一些情况。然后二仙信仰的话，我们介绍3个庙宇，其中一个是就是晋城二仙庙，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小南村二仙庙。小南村二仙庙的话，这个庙宇的话，这边也有一个介绍，就是说它始建于北宋绍圣4年，历经20年才建好，然后第4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里边主要比较出名或者说比较有看点的就是说三宋，就是说宋代的大殿、宋代的彩塑以及我们宋代的小木作天宫楼阁，这3宋可以说是整个小南村二仙庙的精华所在。然后的话，这是小南村二仙庙正殿的一张图片，在这个正殿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两侧，我这个白圈圈圈到了2块碑，一块是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的二仙庙记，一块的话是公元政和7年公元1117年的新修二仙庙记。这2块碑就是把当时二仙庙的一些情况以及修缮二仙庙的一些情况都进行了一个记载。比如我圈的这个靠西边这块碑上写到了，就是说庙自绍圣4年5月下手，至政和7年方始工毕，也就是说这个庙宇整整修建了20年才结束。而且通过这个大家看，整个这个木构斗拱几乎还维持到了宋代当时维修时候的一个情况。然后这张图的话，就是我们说小南村二仙庙里边这个天宫楼阁或者说小木座的一个情况。这个小木座的话，其实，其实大家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神龛，就是说在这个大的木座，就是我们的古建筑里边再套一个小木座，小木座里边再安放神灵，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小的空间。这个小木座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分成5个部分，就是我们所熟知，首先是下层的一个须弥座，不过这个图上我们看不见。然后就是帐身，帐身上边的话，斗拱层，斗拱层上边有虹桥层，虹桥层上边再有屋顶，这样的话是分成5层。如果是从这个正副龛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又可以分为后边二仙两尊二仙的这个正龛和两侧这个虹桥下边的这个副龛，一共整个殿内是16尊彩塑。但是这个很可惜哈，这个彩塑后期经历过一些叨扰，以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头像都是在后期本世纪初的时候进行过维修。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神台上的一个题记，崇宁5年当时的一个题记，这个其实是能反映出当时它的营造的一些历程。然后的话，这是天宫楼阁上的一块匾额，上边写到的“迷我采星”，这个是出自于孟子里边的“昔者有亡命，有采星之忧，不能造朝”。其实他的采星之忧的意思就是说患病了，比如说叫我去，就是说采星之忧就是说不能我因为生病不能上山砍柴，或者其实理解出来用的意思就是说采星之忧就是患病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消弭了我的疾病，感谢二仙，所以有了这块匾额。在里边还有2块匾额，一个叫10米有征，一个叫不劳圣德。这个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现场看的话，其实那种氛围感更加强。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看另外一所庙宇，叫西溪二仙庙。这所庙宇的话是跟我们所熟知的元好问有关系很大，也是一个让元好问恋恋不舍的地方。西溪二仙庙它是在临川县崇安镇的岭长村，这个地方的格局和我们所平时见到的庙宇不一样，因为我们常见到的庙宇不都是就是背山而面水嘛，就是背靠一座山，前边是一条河，这个恰恰相反，正好是前边是一座山，背后是一条河。
如果从那个金代碑刻上看的话，碑刻上记载这个选址是跟二仙本人有关，二仙当时自己选的地址，所以有了这个地方。然后经过尤其是金代以及后边的元代的维修，然后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玉皇庙的整体格局。目前的话，它是中轴线上一共是2进院落，从南到北依次就是山门、倒座、戏台、现殿、前殿以及后殿，两侧是斜殿和东西梳妆楼。这个就整个记载的是整个这个二仙庙的情况。不过从这个视角看，就是很多人或者说很多文献上都写这个西岐二仙庙是最接近宋画的，就好像从一个宋画里边临摹出来的一个作品啊。不过这样的话，不过就是宋画作品的话，应该忽略到后边的这些电线杆等等这些东西。然后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块碑，就是西岐二仙庙后殿有块碑就是金大定的这块碑。这块碑的话，它是提到了我们说的金大定5年的这个重修真则二仙碑，这个里边就是提到我刚才说整个的这个庙宇情况等等这些。提到了就是庙宇修建以及二仙亲自选址的这些情况，比如就是我这儿都给大家列了一下，就是刚才没有详细跟大家说二仙那个怎么成仙的这个情况嘛，因为是想放到这块碑的时候再跟大家说。这块碑里就是说二仙其实就是说信仰是兴起于唐代末年，这个时候二仙是民间乐氏的2位民女，临川人士，母亲杨氏因感神光而怀孕，最终生下二姐妹。二姐妹生来就比较聪明，不同于一般人，但是到7岁的时候才能开口说话，一说话就出口成章，举止行为都比较合乎这些礼仪和法度。但是二姐妹十分孝顺的侍奉双亲，但是很可惜她的父母去世的比较早，然后父亲就续弦李氏，然后李氏呢对他们就百般的刻薄，经常虐待他们。无论寒冬还是酷暑，都让他们上山去采集这些粮食，或者说采集这些吃的。就是有一年，就是夏天，他们当时是去山里边，就是在临川的山里边去采这个麦穗儿，但是因为临川这个地方气温比较低嘛，那会儿还没到麦子成熟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任务，所以他们当时嚎啕大哭，哭声震天。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天空中就升腾起一朵黄云，黄云下来把她们二姐妹带了上去，她们就成仙了。这是碑刻里边记载这个故事哈。这个故事其实是比较玄乎的，但是它其实就是把整个二仙这个孝顺的这个情况给大家介绍，包括介绍了出来。再到后期，比如又是二仙显灵打西夏，把这个家国情怀这样融进去，把他整个这个信仰就抬到了一个程度。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求当地先民求二仙，二仙能真正带来雨水等等这些东西，以至于二仙信仰可以流传下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信他真的灵，所以就是朴素的先民有了这种朴素的信仰，就是比较务实或者说比较现实的一种信仰吧。然后这就是这块碑的一些主要情况。然后还有一块碑，就是这块碑就是跟元好问比较有关。这块碑是在这张图片所示的这个中殿的背后有一块碑。不过这块碑的话，它其实不是说元好问当年的时候留下的，它是延佑4年时候，也就是公元1317年留下的一块碑。它的题名叫宜山先生元公留题，也就是元好问留下的一首诗。它诠释的内容就是呈现在这儿，就是击碎之间一再来，青山无恙画屏开，出门依旧黄尘道，提纱金衣换不回。这个的话，其实正好是元好问当时在临川求学的时间。元好问的话，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元好问他是新州秀容人，然后他的墓现在也在新州市嘛，是一个省级重点文保单位。他的话在晋元时期其实是地位是比较高的，一般称为一代宗公，诗词文曲小说都有建树。然后他的丧乱诗也称为诗史嘛，兼具了杜甫的写实精神和北方豪迈派的一个气质。他一生的话，他是经历了金朝由盛转衰、金元鼎革的乱世，所以他从小就跟着父亲漂泊在外，这也为他之后的这些写诗创作也有一个根基吧。就是他7年求学的时候是在临川这个地方，
他4岁的时候是随着他的父亲，14岁的时候随着他的父亲到了临川，他的父亲元革出任临川县令，然后元好问就在临川这个地方接受了优质的教育，然后在他父亲的亲舅的一些推荐之下，他拜访了当地的教育名家郝天鼎为师，在郝天鼎的教育之下，他在这儿开启了长达6年的一个学习时光，直到19岁完成学业之后才离开了临川。这首诗写作的时候，恰恰正好是他在临川求学的这个经历。不过提到元好问的话，其实还会想到之后就是他中年漂泊以及在金元鼎革之际这些文人生活的一些场景，都可以和元好问进行一个联系。然后之后的话会提到一个庙叫西里门二仙庙。西里门二仙庙的话，这是一张老照片。这张老照片的话，拍摄时间比较早，当时还没有进行大规模修复。这个老照片里边，是呈现的是二仙庙的这个中殿，或者说它的正殿。这个庙里边，大家看见这儿没？我圈了2个圈圈，这2个圈圈是一会儿我会给大家呈现的2幅线刻图。这2幅线刻图的话，是能反映出宋金交替或者说金政权统治下山西这个时期进行一个民族融合，或者说当时戏曲发展的一些情况。然后还有这个框里边是它的一个纪年，就是金正隆，看这儿，金正隆2年，也就是公元157年，当时修建二仙庙留下来的一个记载，也就是当时修建二仙庙，当时捐了一个石门框，石门框上留下的一个题记，也同时能证明这个建筑也就是在正隆2年前后所修建的。在我们就是圈的这2个地方的话，它是有2幅图，就是这2幅图。这个图的话是我们一位仿古圈里边比较有名气，或者说绘画很厉害的一位老师，他复原的一幅图，一幅叫方金武图，一幅叫对戏图。这2幅图的话就是下图，这个方金武图我们在现场还可以看到。这幅图的话是在刚才这幅图的南侧这个位置，然后上边这个对戏图，对戏图的话，它是在这个侧面，但是因为后续它断成2截了，所以把它收到了高平市博物馆里进行了一个保存。呃，保，但是目前的话它没有展出，所以应该也看不到。然后的话，大家看一下，这是多肉老师临的2幅线刻图。这2个图的话，其实很有意思。我们首先看这个，就是对戏图。对戏图的话，它是就是上边这一幅哈。这个对戏图的话，它是以阴刻技法雕刻在这个石头之上，也就是整个线条是内凹下去，然后一共是有10个人物，然后它整个这个画幅的话是一个长是一个100厘米，高是一个40厘米。然后队伍最前方看见这个没？看见这个拿了一个竹竿，这个就是参军色，就是宫廷里边类似于一个指挥的一个形象。他是头戴着这个幞头，看见吧？头戴这个幞头，穿的这个圆领大袖宽袍，脚踏的这个乌皮六凤靴，手里执了一根劈成细枝的这个竹叉，然后在队伍前边进行了一个指引。然后随后的话，大家看见这2个人，这2个人和后边这2个人如果比起来的话，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身材是比较矮小的，就是紧跟着他之后是2个身材比较健硕的一个青年武者的一个形象。这2个人的话是头戴一个冲天的一个幞头，然后有簪花一个点缀，然后穿的是这种圆领的窄袖袍，然后腰间他能看到别的有玉带，然后正以绞袖之姿准备起舞，正在绞袖，看这个袖子，整个绞在那个地方，然后一只手插在这个腹下，一只手的话又在上举，这2个手上举，这个手插在这个腹下，整个是一个准备起舞的一个姿势。然后再往上看，再往后看哈，再往后看的话，就是这2个是身材相对于前边2个武者来说，身材是比较健硕的。这2个人啊，步伐看起来也不是特别看出步伐，但是感觉就是比较沉稳，因为他这个身材就摆在这儿了嘛，身材比较魁梧，头戴这种幞头也是带簪花的，同时带着束腰带，然后前边的话是就是悬挂了一个杖骨，然后悬挂了一个杖骨，然后就是准备就是好像是要开始演绎一样啊！你看，一边是拿了一根就是杖，就是锤吧，一个手拿了一根小锤在敲鼓，另一只手的话是用手在敲这个节拍，是当时比较标准的一种击打乐曲。然后往后走的话，就是有5位吧，往后走的话是5位女工，她们的话装束是有一点点差距，但是差距不是特别大。她们是5位拿的这个乐器各不一样，第1位是拿的是龙笛，就是竹制6孔的一种
乐器，声如龙吟，所以叫龙笛。第二个是拿的是洞箫，洞箫声音比较悠远。第三个是臂力，第四个的话是拿的是一个六板拍板，其实就是这个手里拿的一个六板拍板。然后之后的话，第五个手里是拿的一个手鼓，整个形成了一个行进的一个队伍。整个这幅画的话，就是没有杂剧的一个角色，也没有就是民间队伍表演的一个性质，它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乐队的一个形象。它其实可以体现出，就是当时这种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之后，在承接大宋的这个大圣乐之后，创立太和乐这些宫廷盛景之后所呈现出的这幅场景。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现在在博物馆里边，在这个地方已经看不到的这个情况。然后看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不是还有一幅吗？这个大家如果去现场的话，还可以看见，就是这一幅。你看，就是这个是我们叫方巾舞图。这个方巾舞图的话，它其实是一共画了六个人。这个上边的话是有6个人，里边一个人大家看，他是坐在这个凳子上的，他是在欣赏这个舞蹈。其实就是6个人的话，都是比较健硕的这种身姿，彪悍的这种身形，体现出这种就是少数民族的这些形象。比如说，你看这个人，首先是一个吹笛子的人，正立面站在我们面前，手里吹着这个笛子，好像是在一个开场。然后之后的话，就是手里有拍的这个，好像在打节拍。然后这个是还戴着有耳环，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可以看见。然后一个人是背在后边，这个人是把手背在后边，然后手里是各持了一个方巾，然后好像正在进行一个舞蹈。然后这个人的话是面朝着我们这一面，手里也是持着这个方巾进行一个舞蹈。这两个人如果放在这儿的话，动态感十足，两个人好像在做一个互动。之后的话就是一个腰鼓乐手，他在这个左腋之下夹了一个腰鼓，右手击这个节拍，然后相当于是在进行一个伴乐。然后这个人坐在了这个胡床之上，好像是在这儿欣赏一样，神态比较安然，就把整个当时胡人这个乐舞的形象，或者说整个胡人当时表演的一个形象，就整个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所以说这个看起来是，整个画面里边是比较生动的。如果大家去到现场之后，尤其在这种灯光环境比较暗的情况之下，大家可以用手电筒打个灯，侧面打一个灯，就可以看到这个线条非常之细腻。真的去一次，每去一次都会去看这个细节，百看不厌啊。然后这就是我们第二部分哈。第二部分的话，我们就是主要简单的说一下我们晋东南或者说晋城地区早期古建筑，就是一些基本情况。因为这堂的话主要是想讲信仰，所以没有涉及到太多这个木构营造上的一些知识，就简单的把二仙信仰和玉皇信仰两个信仰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然后的话就是刚才我看评论区有朋友提到为什么没有说关帝，因为就是选的这个案例是就是晋东南地区和其他地方有一定区别的一些案例。你像我们所说的关帝信仰，它其实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一个大信仰。晋东南确实有，而且几座关帝庙的这个情况都比较好，就是说比较保存的也比较好，内容也比较丰富，但它不是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一种信仰，所以就没有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也相当于是这个不足，或者说就是它的一个缺憾吧，就是这个章节的一个缺憾。然后的话，第三个章节的话，我们主要想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明清建筑，尤其明清建筑里边古堡这一类。以及就是说这一类古堡是如何防御这个流寇侵袭的。这个里边的话，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会介绍白象里、王曹、杨李4个大家族，然后会说沁河古堡流域所受到冲击之后是如何形成的沁河古堡，以及介绍一下沁河古堡里边比较著名的一处就是狄继城。这个图对，已经有朋友认出来了。这个图是皇城相府，也就是我们国宝里边标准名称叫陈廷敬故居，它是分成内外2个城啊，就是这个图片就是它。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想说一下，就是整个沁河流域为什么这么富有，或者说沁河流域为什么当时能被明末流寇盯上，就是大家看这个材料。首先，明清阳城是沁河流域，就是明清时期
阳城沁河流域是比较富庶的，而且在以白象里的话，它是形成了以王曹杨李四个大家族为核心，他们是凭借冶铁商贸起家，然后科举入仕登顶，宗族治理完备，然后主导地方社会，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比较复合型的望族群体。然后在明清时期，阳城沁河流域的王曹杨李这些大家族依托本地的这些材料，然后铸造手工业，然后进行长途贩运，在外地进行这些贸易。然后同时还涉足到盐、典当、丝绸、钱币、钱庄等等这些，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商业网络，积攒下了非常多的财富。然后推动了当地的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同时，大家也知道，晋商或者说整个以前时代这个商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挣到钱之后会回到家，回到家之后盖一院的房子，是吧？这样的话也为他们能留下这些设施，或者说这些庙宇、公共设施，以及他们比较大的家族的院落，也为我们就是留下了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经济实力是比较雄厚的，所以一方面能建。另一方面，在当地还能产生巨大的一个影响力。这个下边的话是三幅图，三幅图的话，第一幅图就是刚才封面上的这个皇城相府的图，这幅图的话就是底记城的图，这幅图的话是陈廷敬墓的一个俯视图。然后这儿的话，简单介绍一下上庄的王氏。上庄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的话，通常叫它天官王府。这个的话，主要就是王氏。王氏的话，主要出名就是说他科举上一门出五进士、五位举人，共生秀才100余人，是白象里科举的一个核心。然后形成了就是十凤齐鸣、科举冠绝一方的一个独特的场景。就是如果说其中的巅峰的话，就是王国光，王国光达到了当时的一个巅峰，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保，历任3朝，是张居正改革时期的一个核心重臣，主要主持编纂了这个万历会计录，成为为这个一条编法奠定了一个基础，是明代顶级财政和政治改革家。另外，他们家族里边的一些官员也是比较高的高官，就是当到了布政使、参政等等这些。如果大家去到上庄这个地方的话，就会发现上庄这个地方的话，它是比较完备的一处，就是整个的建筑群体吧，里边有祠堂这些，而且前边一河还建了一道闸，就是整个有一个防御在。然后地方就是功能，就是说他们这个家族不仅仅是给自己修建庙宇，还要修建其他，比如说庙宇、永宁闸，这个是一个水闸，也是村的主要出入口，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文教场所。就是说，不仅仅是自己家族的事儿，而且还担任了一定的社会功能。对，有朋友提到上庄古建群里边有一处明代院落，对，有一处明代的民居，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高平阳城地区或者说晋城地区留下的元代民居里边比较重要的一处。然后这幅图的话是明末农民军起义的一个图，就是崇祯4年，就是公元1631年，农民军领袖王家印率部从陕西渡河进入了一个山西，就是这一块进入山西。这个时期的话，他就对山西产生了一个影响。然后不过说到这儿的话，还可以再把这个背景往前倒腾一下，就是倒腾到明代末年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儿。到明代末年的话，就是土地兼并严重，然后加上底层百姓这个赋税沉重，再加上连年灾害，不是大家知道，明代末年就是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嘛，北方旱灾、蝗灾频发，很多百姓就是生活不是特别好，所以就走上了起义的这个道路。然后当时李自成的话就是凭借他个人的这个胆识吧，就成为了一个农民军的一个领袖。他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契合底层百姓的一个诉求，所以很快的笼络了大量的流失民众，义军的队伍迅速扩大，从陕北一路向山西、河南等地扩张，开启了席卷北方的一场比较大的征战。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泽州就是我现在说，当时晋城叫泽州哈，就是说晋城这个地区就受到了很大的一个波及，就是我刚才给大家看，阳城、沁河流域这些地方就受到了很大的波及，因为这些地方，第一就是说经济比较雄厚，第二的话，晋城这个地方南下中原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场所，所以他们当时来到这儿，就对这个地方进行了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骚扰。崇祯4年的时候，他们从陕西进入山西，然后率领这个农民军骚扰阳城沁水，拉开了在晋城地区的这个
混乱的一个局面。到崇祯5年，然后李自成跟随这个紫金梁等36营义军，一共有20多万人，大规模转战到泽州境内。这个时期其实是泽州境内受影响程度最深的时候。这个时期境内的这些商贾种地，这些村落都会遭到大规模的一个抢劫。比如我们所熟知的，阳城的这些润城、郭峪、窦庄以及沁水的窦庄这些地方，受到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也就成为他们主要骚扰的一个目标了。在这个过程中，就当地先民也不是说他们来了抢就抢了，他们就开始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就是说修建这种比较高的古堡。这幅图的话是郭峪古堡，也是皇城相府前边就是那个郭峪古堡。这个郭峪古堡里边留了很多碑，就是这个玉楼里边留了很多碑。碑刻里边你看提到了，就是我刚才不是说崇祯4年、崇祯5年这个时期是农民军对泽州地区影响最大的时候嘛，这个时期，然后他们碑刻里边也是有记载。崇祯5年7月16日卯时，突有流寇至，以万余计，乡人抛死拒之，众寡不敌，尽遭蹂躏。杀伤之惨，焚劫之凶，天日昏而山川变，所剩皆夷，大半风折残躯，或晨间奔出与商旅他乡者寥寥无几，呜呼苦哉！就是说，当时他们来的时候，这个地方它受到的损害是非常之大的，乡人抛死，然后杀伤之惨，焚劫之凶，天日昏而山川变。这个场景是真的非常惨。然后然后还提到就是说，不期崇祯间而事尽一变，更以流难踏作，凶荒杂志，是前人所不仅见，而余之亲身所见。就是当时他所亲身所见到的，所以为什么说他才后来要修这个玉楼嘛？就是因为他见到了这种比较惨的场景，当地人不好生活了，生活不好，就是这个流寇连犯5次，终不能得志。就是说，而郭古镇独惨，就是提到这些东西，所以才在就是这个前后修建了很多的，我们说修建了很多这种防御的体系，防御这个流民军。比如说他这个《寰宇王翁玉楼记》，就是玉楼里边重修玉楼的时候提到，玉顺之动，故天地如之，盖地天之命，成于人心。凡是欲则立也。既引此楼悬为后举，而急乎一方之位，谋以未成。就是说，他修这个城，或者说修这个玉楼的目的，就是为了当地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可以受到这个保护，让这个楼成为他保护这些民众的一个好的载体，让他们可以不受这个流民或者说农民军这么大的一个损害。抢到财产可以，但是至少可以留下性命。这就是对郭古就是郭峪，在以前的话，碑刻里边都是叫郭古镇啊，所以我这儿也直接写的是郭古，它其实就是现在的郭峪镇，没问题，就是现在的郭峪村，这个问题是没有的，这个没问题。然后的话，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底记城。底记城的话，这个城是比较小的，但是也是这一堆整个清河古堡里边最有意思的一小座。这一座的话，你看，大家可以看，它其实三面的话都是围在水里边的。就是我们说底记城在沁河改道前，它是三面环水，远望形如中流砥柱。又因沁水在这个地方叫济水，古称济水，所以就叫底记城，就是沁水中的一个巨大的砥柱石。底记城抵住了沁水，所以是底记城。这个建成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它是在明代以前就开始建立了。但是的话，就是到了明代后期，这个发挥的功效是比较大。它在这个城里边是有东西2个炮台，然后门的话是北边是一个水门，北边设了一个水门，然后东北地方还有瓮城和藏兵洞，里边是丁字街口加庙宇。这个图的话叫山城一览。山城一览的话是底记城里边留下的一块碑，这个是明崇祯11年留下的一块碑碣。这块碑的话，它是底记城的一个平面规划图。通过这个图的话，是可以看见里边这些城防体系，比如你看炮台，有炮台，而且里边还标注了有水井等等这些东西。整个院落的话，它是按照八卦进行了一个编号，占地精确，而且能体现出当时的一些规划，比如里边很多的这种丁字口。就是整个是一个丁字街，这种相对而言比较好的防御。在这个里边比较出名的一位人物的话，就是这个张敦仁。
张敦仁现在的故居还在这个里边。他历史上其实在数学和文学方面是比较有建树的。他当官的话，主要是在这些州县里边当的是州府等等这一级的官员，然后做击鼓算金，这些是目前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这是城里的一个人。对，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城里边它其实是建了上下两层的一个防御体系，下层是有地道，上层的话通过丁字口和院与院之间的暗门进行一个连接。假如说出现什么情况，大家可以就是能得到一个比较快的响应，响应完之后就可以迅速的进行一个应对。这个城和其他城有一个不同之处在哪呢？不同之处就在于它里边这种用干锅铸造的一个城墙。干锅的话，其实是以前早期炼铁的时候留下的这个材料，也都是废材，没有什么用。然后的话就是然后当时建成的时候就用这种废材，然后用了一个叫铁哨的一个工艺，啊。有人说想看一下上面这张图，好，我又翻过来，它可以截个图哈。就是这个是里边就是这个就是它是一个碑刻的拓片，这个是现在我们航拍的一张图，两个图几乎是可以完全对应得上的。就是里边可能某些院落可能是发生了一些变化，有的或许塌损了，有些或许新建了，其他大体上都是还可以对应得上的。行，我们继续看这张图哈。这张图的话就是干锅的城墙，就是说它用这种质地比较硬的这种干锅作为主材，然后用炼铁这些废渣和石灰进行调节形成一个叫铁哨，就用这种铁哨作为粘合剂，粘合完之后，然后做做成这种类似于我们现在就是这种水泥在里边粘合，然后把它再用鹅卵石这样把这个城墙砌起来。这样砌起来之后就把当地冶铁所剩下的这些废材全都做成了，就是当成了有用的东西吧，就是其实把这些废材进行了一个废物利用，变废为宝了。且也是一个比较环保和节能的一个工程吧。历经了这么多年，几乎还是原封不动的保存在这儿。而且当时据说这个城墙被炮击完之后，依旧是毫发无损。对，刚郭城墙不仅仅是在这个敌机城可以看到，在野底岱庙，比如说在运城这些地方都有很多存在。但是为什么选敌机城呢？是因为敌机城这个地方比较典型，所以我把它拿出来当做一个案例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分享。然后的话到这儿其实还有一首诗，这首诗的话是在敌机城里边，敌机城里边有一首诗里边庙宇留的一首诗，就是叫一句底基筑城台，三面水绕门南开，卖气造就多奇景，风华荟萃出人才。其实就是把整个我们说底基城里的一些情况给介绍了。一句底基筑城台，沁河或者说沁水中间的一个巨大的底柱，地理位置点清了。三门水绕，门南开，南边开路门，其他三面环水。卖气造就多奇景，风华荟萃出人才，依旧是以张敦仁为主的这些文人群体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沁河古堡这一个脉络。沁河古堡的话，现在是一个旅游景区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前往去观看。接下来的话就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寻迹进城古建与文化导览的一些情况。这个的话是主要提到的这个书，就是我们寻迹山西古建筑系列的第一本进城。这本书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这本书的主要特点就是说，首先它是用了12条的导览路线进行了一个介绍，把晋城现存的这些古建筑，尤其是元代及元代之前的早期古建筑，串联成了十二条旅游的导览路线，供大家参考。第二个特点就是说，它里边一共用了1400多张新老照片，包括很多照片都是很多老师拍摄完之后第一次公开、第一次出版的。包括比如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零几年拍摄的一些古建筑没有修缮前的老照片，都是比较珍贵的。同时，一共用到了50多位仿古圈的，就是整个仿古的摄影老师参与到创作中，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一部导览手册。如果大家是喜欢到这个地方，或者说喜欢在晋城、喜欢在山西游览看古建筑，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好的，可以促进大家旅游，或者说可以指引大家去旅游的一个指南吧，就是可以带大家初步了解、浅浅的了解一下这个地方有哪些东西，或者说有哪些好的看点和哪些可以做成一个有机的联系，做成一个路线。这就是我们这本书想给大家带来的。
然后的话，简单的看一下就是里边我们所画的一些路线，比如这一条路线，这条路线的话是在晋城市泽州县东部，也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对，这个书还没上市，预计5月底会上市。这个图哈，这个图是我们晋城市泽州县长河流域的一些古建筑。刚才我们看晋城地形图的时候，我给大家就是指过，就是沁河的一个分支长河。长河的话，长河下边长河流域上有特别多的早期古建筑。这个早期古建筑的话，国保单位我们用红色的点点给大家标了出来，剩下的省保以及其他低等级文物，我们则用这些蓝色的点点标注了一下，同时以国宝为主线串联起来，然后又以这些低等级文物做了一些支线，然后把它整个串起来，作为一个导览的路线。这个里边其实想跟大家重点说的是这个地方张庄汤帝庙，这个是我们晋城第4次文物普查时候的一个新发现。本书的顾问老师也参与到了这次发现的历程之中。这个图的话是比较热门的一个旅游路线，因为它里边有我们晋城就是比较有名气，或者说黑神话悟空火了之后比较有名气的几个建筑，比如说定陵寺、莲花藻井、高频铁佛寺、以木为骨、以木为骨、以铁铸魂的铁佛寺彩塑，这个都是比较著名的一些存在。以他们这几个建筑为中心，然后向外扩散，然后形成了一条导览路线。不过这个路线，说实话，大家并不是可以一天走完的，就是给大家规划这些路线，可以就是在1天、2天或者3天的行程中把这些地方给走完。走完之后，就是可以把这个区域之内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可以说是就是简单的一个概述吧，就是把这个地区有什么或者说比较重要需要大家看的一些东西，全都在这个呈现出来了。然后这个图的话是高频另外一条路线，是有这条路线上就是有我们的梁户古建筑群，包括梁户古建筑群是一个省级文保单位，然后梁户古玉虚观的话又是一个国宝，然后仙翁庙，然后二郎庙的话是我们现存最早的戏台，然后包括古钟庙、羊头山石窟，平洛古道上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嘛，就是这个能体现出它那个南迁过程中的一些情况，把这些点串联出来，又把这些省宝或者是低等级文物串联起来，然后形成一条游览路线。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书内的一些情况，比如说这是我们维修前刚才提到的平上汤帝庙维修前的一个照片，我们放在了里边，21年的一个照片，包括我们维修后的一些情况也都会放在这个书里边，作为一个初步的一个旅游指引给大家分享出来。比如这个没有修缮之前和修缮后能进行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对比。这种图其实有些图可能就是大家可能早期已经见过，但是这次我们已经把一些老师手里的一些珍藏都征集到之后，都放在了这个书里边。比如这是唐大华老师、艾塔传奇老师在12年拍摄到玉清宫山门没有倒塌之前的这个原始样貌，以及它修缮之后我们新拍到的一个样貌，都在这个图片里边进行了一个呈现。行，这就是我现在整个今天晚上所要想分享的内容。其实说实话哈，进程这个是一个比较宏大的一个命题，如果我们用1节课或者说1个半小时的时间，是完全不能或者说根本不可能把这个整个内容进行一个完全的讲解，所以我就挑其中比较重点，或者说挑其中比较有意思的一些东西跟大家进行了一个分享。然后我最后的话是想用3个词汇进行一个结尾，就是说，第一个是以山水为脉，第二个叫以信仰为魂，第3个叫民生为本。山水为脉的话，就是我们开头所提到的，就是介乎山水间。为什么说呢？就是整个晋城的古建筑是分布在山水之间，以山水的布局为脉络，在沿河沿山整个分布出来，以人民的就是整个的生活区域为一个主线，在河边形成了这个脉络。以信仰为魂，就是说无论是儒教、儒释道这些，还是说我们的民间信仰，在这些的民间信仰里边穿插进去，以建筑作为他们信仰的一个载体，把这些建筑和这些信仰同样都留存下来，所以信仰为魂。最后就是民生为本，不管他的信仰如何，不管他这个建筑是为了什么，或者说是某一个神仙，不管是玉皇还是二仙，他都是以人民为中心，都是以民为本。或者说到明代，我们建筑的这些古堡也是以民生为本，主要考虑的就是说
民众的一个生活问题，或者说生计问题。这就是最后我总结的这段，就是叫山水为脉，信仰为魂，民生为本。不过也希望大家之后可以关注一下我上边所提到的这本寻迹进程的书。仿古之路道阻且长，传承之心行则将至。希望大家通过今天这个分享，然后能够对进城有一个比较初步和粗浅的认识。也期待之后在进城的山水之间，我们可以继续行走，继续发现，继续守护这些藏在岁月深处的这些文化瑰宝。然后最后的感谢大家能够今天晚上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听我的分享，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批评指正，然后下一次分享我们再见。然后接下来的话，就请刘磊老师进行接下来的一些议程。好的，感谢全老师这个精彩的将近2个小时的分享。本来计划的是可能是比这时间长，因为全老师考虑大家这个时间啊，所以把语速大家明显感到加快了很多。没关系，这个大家有时候没听到的，可以经过我们这个直播后的回放，也可以进行重复的一些观看。全老师的讲座呢，让我们读懂了晋城古建的介乎山水间的格局。循着丝绸之路提出者李希霍芬的足迹，看见了煤铁文明如何滋养一方的水土，孕育了千年的营造。我们在阜成玉皇庙仰望28星宿，在西溪二仙庙感受孝善信仰与金代木构的温度，在西里梅二仙庙献客前聆听了胡汉交融的乐舞回响，更是在这个底基城的干戈城墙前惊叹古人以废料铸就了铜墙铁壁的生存智慧，也让我们总体对晋城古建筑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再次感谢全老师精彩分享。下面呢，继续欢迎大家扫码入群继续参与互动交流。我们最后讲座结束后呢，会有一个在线的一个提问，我们会精选呢这个几个问题来邀请咱们主讲人们来回答。接下来呢，我们隆重邀请张建宇教授分享晋城古迹所见思路交流举喻的精彩内容。现在呢，请那个全老师把这个屏幕切换给咱们那个张老师，然后请张老师开始他的分享，谢谢。